吉时已到，封官启灵。有人说继山村老尸后，国产恐怖片再无巅峰，那这部上映不久的《奉天白事谱》绝对能刷新你对中式恐怖的认知。友情提示：这是一部看完使人脊背发凉的电影，强烈建议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7月15是1年1度的中元节，大家不拜神佛，不敬鬼魂亡灵。当地有个习俗，每逢鬼节都要请戏班唱3天阴戏，否则鬼王不满，人间必定生乱。然而戏刚唱到一半，就有一群警察闯了进来。这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搞封建迷信这一套呢？此人是警察局局长的独子方小天，明天刚好是父亲的生日，方大少想提前包下酒楼给父亲贺寿。这可使不得，中元节唱3天阴戏是祖上定下来的规矩，不能冲撞啊！方大少向来不信鬼神，见对方敬酒不吃，便让手下把这里砸了个稀巴烂，甚至还烧掉了鬼王像。不要钱的盒饭估计是吃定了。隔天寿宴如期举行，台下坐满了宾客，方局长也正期待着儿子的表演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玩火的男人从天而降。这不我儿子吗？掉下来的火人正是方大少。方局长万万没想到，生日当天竟变成了儿子的忌日。法医经过检测，发现方大少的死相极其诡异。按理说，人在高温下会剧烈挣扎，肌肉也会因疼痛而高度痉挛，但方大少的肌肉却异常松弛，似乎丝毫感受不到痛苦。都说我儿子冲撞了鬼王看戏，我倒想看看唱的是哪一出。为了尽快平息此事，方太太找到了奉天白食铺的老板夏冬青。冬青是当地有名的阴阳先生，只要钱给的够多，就没有他不敢操办的白事。可祖上有训，横死的人不能入祖坟，因为死者怨气太重会坏了风水。冬青本来是拒绝的，奈何对方给的实在是太多，他也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下来。殊不知有些钱容易拿，却没那么好命花。明日便可出殡躲葬，节哀顺变。冬青给方大少置办完灵堂后，没多久就收到了灵堂着火的消息，这在民间可是大凶之兆。但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冬青只好硬着头皮为方大少举行下葬仪式。可路还未走到一半，棺材就突然落在了地上。赶紧抬起来！启灵后棺材不能落地，懂不懂规矩？这棺材里好像有动静。众人听后面面相觑，生怕沾上不干净的东西。冬青说这都只是小场面。只见他准备好3炷清香，朝着西南方向恭敬地拜了拜，随后便带着队伍继续上路了。本以为棺材入土这件事就会到此结束，谁知当晚就发生了更离奇的事情。方大少的尸体竟诡异地出现在了方家的池塘里，尸体旁还有不少的死鱼。冬青一时间也摸不着头脑。棺材是你亲手钉上的？那棺材是我亲自钉上的。那棺材里的人是谁啊？为了解开谜团，众人连夜把下葬的棺材挖了出来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棺材里躺着的竟是村里的杀猪匠荣二。这时，一旁的管家似乎想起了什么。昨天夜里我起夜的时候，看见荣儿好像中邪了。管家路过灵堂时，突然听到屋里有动静，他透过门缝看到荣儿不停对着一个纸人磕头，嘴里还喊着对不起荣莲。方局长闻言脸色大变，因为荣莲正是荣儿死去的女儿。当年方大少因贪图美色，想强行霸占荣莲，荣儿正巧回家撞见了这一幕。荣儿有心阻止，但忌惮对方是局长的儿子，只好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事后他找到方局长想求个公道，为了保住方家的名声，局长给了他一笔封口费。可荣莲性格刚烈，遭了委屈无处申诉，一气之下便跳河寻了短见。荣儿与方大少的离奇死亡，不禁让方局长开始怀疑是荣莲的鬼魂回来复仇了。要是这个世上真有鬼的话，我倒是想见一见。对付鬼自然需请到对付鬼的专家。方局长在冬青的带领下找到了隔壁的王大爷，据说老王精通阴阳秘术，可以请鬼魂上来谈判，这样就能化解他们之间的恩怨。也罢，人有人道，鬼有鬼路。既然你执意要见，那么我就为你破例一回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说完，老王点燃3炷魂香，随后又取来1碗清水，点燃上面的符纸，开始念咒。发出灵传统有名，天子御心求真灵，上通天宫，借地府速通万千，阴中灵。咒语刚念完，老王就一声哀鸣晕了过去，身旁的蜡烛也随之熄灭。方局长被吓得一哆嗦。律师，律师，我是谁？你不记得了？那天夜里在湖边，
是你给我送的粥。正所谓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原来容莲几年前并非自杀，而是方局长以防夜长梦多，亲自将容莲送进了猪笼。就在容莲复仇之际，冬青一口茶水喷在老王脸上，这才强行中断了通灵。此时方局长已经被彻底吓破了胆，祈求老王给他指条明路。老王劝他赶紧离开太平县，因为这里是容莲的葬身之处，再加上死在水里，水为玄煞，更是助长了他的怨气。想要活命，就必须赶在子夜之前离开太平县。方局长看了眼墙上的钟表，连忙回到警局收拾珠宝，准备跑路。可容莲的鬼魂又怎会轻易放过他呢？方局长打着手电，发现窗口突然冒出来一个纸人，揉了揉眼睛，纸人又凭空消失了。方局长吓得逃出房间，可不管走到哪，都有一个纸人跟着他。方局长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医院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医生晕倒在地上，身旁的神秘人伪装成医生，来到了方局长的病房，想将不明药物注射进对方的体内。可掀开被子，对方早已不知去向。神秘人察觉异常，想要离开这里，然而门口已经围满了警察。随着几声枪响传来，神秘人当场倒地不起。原来昨晚冬青在回家的路上，无意间听到泡着方大少池塘里的鱼也一并死了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便急忙来到医院，找到了方局长。少爷的尸体里有毒，所以池塘里的鱼都死了。如果是鬼要杀你，谁也救不了你；如果是人要杀你，就按我说的做。方局长扯下男人的口罩，发现凶手竟是隔壁老王。原来容莲进猪笼的那天晚上，老王在暗处目睹了全过程。是你这个老东西！话音刚落，地上的老王突然暴起，将有毒的针管插进了他的脖子。方局长威风一试，最终还是免不了一死。可老王跟容莲非亲非故，为何会以身犯险为其复仇呢？就在这天晚上，奉天白市铺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正是之前验尸的法医，而他也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：原来容莲和他是一对恋人。法医一直在外求学，回来后才得知容莲身死的消息。而方局长杀害容莲的那一晚，正好被他的父亲，也就是老王看见，这才想到利用鬼神复仇的办法。他先是利用法医的身份打入警局内部，然后调制出致幻的药物，放进了方大少的茶水和容儿的食物里。诊断报告当然也是他说了算，就连棺材里的尸体也是他偷偷换掉的。老王害怕儿子暴露，便帮他铲除了方局长这个最后隐患。可没想到被冬青这个老六摆了一道，法医把父亲的死都怪到了冬青身上。就在两人说话间，冬青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，这才惊觉茶里有毒。再次醒来，已经被对方钉在了棺材板里。此时的助手闻声赶来，可法医已经杀红了眼。只见他一把将其拉到身旁，准备一起做掉。就在两人扭打之际，身后的傻子突然上前，一锤子把法医给敲死了。而这个傻子刚好是老王收留的流浪汉，真是应了老王说的那句话：天道轮回，害人终害己，坏事做尽的人终究逃不过因果循环。咱们下个故事见。